夫人，请。哇！妈咪，这……妍妍，你的亲生父母找来了，要接你回家。妈咪，这20年，你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，甚至把家里石油产业都给了我。我不想离开您，我想陪在您身边。傻孩子，生育之恩呢，是无法割舍的，你始终要回到你亲生父母的身边。我找人打听过，你亲生父母的生活不是很好，家中资产也不过1000万，日子过得很辛苦。所以我给你准备了10个亿的零花钱，你要牢记，把这10个亿都花掉，给他们买礼物，报答他们的生育之恩。那妈咪，等我报答完生育之恩，我就回来陪您。妈妈也舍不得你啊，妈咪。亲生父母家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穷，10个亿给他们买见面礼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梦英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啊。回来了就好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听说你在非洲贫民窟待了20多年，我听着可心疼了。非洲贫民窟？我怎么变成从非洲贫民窟回来的了？阿妈，既然姐姐回来了，那家产都给姐姐吧，我1分都不要。这还没开始喝茶呢，就这么绿茶了？婷婷，不要说傻话，廖家的财产都是你的，啊！你能回来那是你命好，可婷婷替你尽了20年的孝，给了我跟你爸一个完整的家，在我们心里啊，早就已经把她当成了亲生女儿。所以呢，我跟你爸决定把财产都留给婷婷，你没资格跟她抢。财产？不是说我亲生父母家产不过1000万吗？就这点钱，有什么好抢的？姐姐，虽然你在非洲过得很苦，我霸占了你的身份20多年，你肯定也很生气。但爸妈年纪大了，心脏也受不了刺激。这20年虽然是假的，但我对他们的感情都是真的。你就当是可怜爸妈，别把我从他们身边赶走，那会要了他们的命的。乖女儿，不哭啊！在妈妈心里啊，你就是亲生女儿，谁都赶不走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在我们廖家没有真假千金一说。我们教养了婷婷20年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也是你的亲妹妹。你要好好的照顾她，不要因为争宠，用一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来欺负婷婷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廖先生，请太太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，既然你们这么担心我抢走你们假千金的宠爱，那还把我找回来干嘛呀？那是因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哪有流落在外的道理？还有啊，我是你爸，和我说话的时候放尊重点。爸，这也不怪姐姐，姐姐在非洲生活久了，肯定很多习惯我们不理解，很正常。你想想，姐姐可能连抽水马桶都没用过，咱们得体谅一下她。你连个行李都没带，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？没有。你的养父母果然是贫民窟的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两手空空的回来认亲，连礼物都不带。妈，别跟他生气，他养父母那种底层人，活着就最大体面了，还讲究什么礼节呢？也对。
小姐，我是王管家，10个亿的见面礼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送过去吗？不用了。我看你真是野惯，和父母说话的时候，谁允许你打电话了？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家规矩这么大。家业不大，规矩倒挺多。活了20年，头一回遇见这么搞笑的人，我倒要看看我的亲生家人到底有多奇葩。家规都不知道，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。你们这种贫民窟长大的，手脚都不干净，别把这些陋习带回廖家。这里是2万，就当感谢你养父母了。这张卡就是用来断绝你们的关系，不要让他们上门来挟恩图报。太抠了吧！2万块钱，连王管家1天工资都不够。哥哥，你来了。这位是非洲刚找回来的姐姐，也是你的妹妹。我亮明里这辈子只有婷婷这一个妹妹。啊，明丽啊，你要出去吗？去哪儿啊？最近和古玩集团的大公子周汉聊得很来，我汉哥喊我去吃个饭。古玩集团，果然是我儿子，竟然能认识周大少。哎，听说周大少和那个富家太子爷的关系匪浅啊。还有半个月，富家太子爷就要回国了，到时候富家肯定会举办接风宴，我汉哥答应给我一张接风宴的请柬。哎呀，他真的能给你请帖啊？那这么说，我们可以见到富家太子爷本人了。富家马上回国，你们说的该不会是富池吧？富家太子爷的名字是你直接能叫的吗？我不仅能叫他的名字，我还能揍他呢。爸，姐姐没见过这种级别的人，肯定也好奇嘛，咱就别责怪她了。梦莹姐姐，我是傅池，我还有半个月就回国了，超想你，你一定要来我的接风宴哦。太子爷，您吉祥，草民会去的。不仅我会去，我这便宜家人也要去。太子爷，草民，梦莹姐姐又在调戏我。听说太子爷18岁就获得诺贝尔奖，不仅家境好，还特别有才华。哥，像太子爷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要是能和这样的男人结婚就好了。妹妹，你这么可爱又迷人，肯定能赢得太子爷的喜欢的。是啊，女儿，到时候啊，在接风宴上，你就多去和太子爷接触接触。还有啊，傅家和中东的石油大王沈家是世交，我们如果能跟傅家联姻，那我们就有机会能见到沈家的人了。爸，我这么善良单纯，富家太子爷肯定会喜欢我的。爸爸相信你。好，到饭点了，那咱们吃饭吧。哦，爸妈，我就先不吃了，我去赴周大少的约了。好。多吃点。姐姐，你平时都是用手抓饭的吧？第一次用刀叉吧？我告诉你，是左手拿刀，右手拿叉哦，可千万不要拿错了。哎，我们家婷婷啊，将来可是要嫁给富家太子爷的，你连刀叉都不会，可怎么办呢？将来谁还敢娶你呀？婚姻大事就不劳母亲操心了。来，多吃点。一会儿吃完饭啊，就把桌子给收拾了。这20年来，你都没有孝敬过我跟你爸，现在正是你尽孝心的时候了。
饭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回来！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大概的事情就是这样了，我都无语了。他们真的这么说啊？竟然让你这个石油大亨的继承人给他们刷锅洗碗，还要让傅池娶廖婷婷。他们要是知道傅池像个小狗一样黏着你，不得被气死啊！不忌讳，他们到现在都特别瞧不起我呢。你们这一家人真是人才。他们为什么觉得你是从贫民窟出来的？大概是因为我身上有股掩饰不住的穷酸味儿吧。你沈家大小姐要是有穷酸味儿，那世界上就没有富人了。那不还有傅氏的长公主和太子爷吗？啊，滚，别调侃我。喂，妈咪呀。茵茵，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啊？和家人相处的融洽吗？特别融洽，而且他们家的文化氛围啊特别浓厚，人又特别人才，说话又好听。宫斗戏的氛围，神均800青年子。那我就放心和你爸出去玩喽。对了，沙特王室送给你的那只猫，我让王管家给你送过去了，你要照顾好啊。知道了，你们好好玩。还有那10个亿一定要花完，我们下个月见。好的，妈咪，我一定会把10个亿花完的。唉，亲生父母不争气，那这10个亿只能先花我自己身上了。茵茵，你干脆直接告诉你养母家里的真实情况，干嘛一直待在廖家呀？算了吧，他们日理万机的，好不容易有时间出去玩，我就别给他们添乱了。我要回去照顾猫，先走啦。哎，茵茵，你说的是沙特王室送给你，然后傅池哭着要跟你一起养的那只啊？对啊，你还真有本事！傅池那小子最害怕猫了，竟然能跟你一起养猫。因为猫咪可爱嘛。走啦。我看看这是谁家小猫咪这么可爱呀？姐姐亲一个。团团，哪里来的丑猫？吓死我了！这是我家猫。你受伤吧，团团？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原来是你的猫呢。我只认识德文跟缅因，你这第一眼我还以为是阴沟跑出来的老鼠呢。没见识，还知道回来？哪来的小畜生？这要是伤到我的婷婷可怎么办？这是我的猫，它很温顺，不会伤人的。给我管好你的宠物，别让它乱跑。要是伤了我们的婷婷，等着家法伺候。真是封建糟粕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家法这一套？傅池啊傅池，咱俩养的心肝宝贝，在我家人口中竟然成了小畜生。看看，这就是傅家太子爷接风宴的情节。是吗？来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有出息啊，玲玲。马上就要见到太子爷了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别紧张，太子爷一定会喜欢你。哥哥，要不然我们带姐姐也去接风宴吧，反正她也没见过那么豪华的场面，我们也让她长长见识呗。婷婷，你可真是个小天使。沈总，请问这次石油营销方案通过了吗？可以达成合作吗？廖婷婷善良，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。带上你也可以，到时候别穿这么土。哦，爸，听说这次接风宴，中东的石油大王沈家的千金沈梦英也要出席。早就听闻她相貌惊艳，温柔娴静，还继承了中东全部的石油产业。我要是能娶到沈小姐，娶我不行，我可是你的亲妹。明理啊，哎呀，虽然我们家跟沈家比起来就是平民，但是你帅气又优秀，那个沈小姐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到时你带着咱们廖家
就能一起飞黄腾达了。No no no， 沈小姐是不会喜欢自己的蠢哥哥的。到时候我就嫁给富家太子爷，哥哥娶沈小姐，我们就可以举办婚礼了。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可不像某些从非洲回来的都没人要。这家人疯了吧？婷婷，你为什么非要带你姐过来？妈，带着她才能衬托我呀。我还特意叫人把她那只丑猫给带过来了，到时候等她丢人一对比，大家就会觉得我美丽优雅又知书达理了。真聪明，她那只丑猫确实该死，天天在家里对着我哈气。富家太子爷最讨厌猫咪了，到时候我煽风点火一下，太子爷就会觉得我懂事，还能把那只丑猫给弄死。婷婷，你今天可要好好的表现，不仅要让富家太子爷喜欢上你，而且还要努力成为沈小姐的闺蜜，知道吗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富家太子爷和沈小姐都喜欢上我的。笑什么笑？还有没有规矩？这么严肃的场合，其实你想笑就能笑。真是没点长进，回来家里都已经半个月了，还是这么的粗俗。待会儿太子爷和沈小姐来了以后，你给我躲远点，别丢咱们廖家的脸。要我说，就不应该让他来。连笑都不能笑，真是没人性。小廖来了，怎么看着不高兴呢？有人怠慢你了？啊，王汉哥，没人怠慢我们，这宴会举办的太好了，感谢你给了我们邀请函。小事儿。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王汉哥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非洲的贫民窟找回来的。啊，这样啊，原来她是你妹妹。她和沈梦英长得可真像。这谁养的猫呀？谁呀？参加富家少爷的接风宴还带只猫，是不想活了吗？不知道富家太子爷最害怕猫咪了吗？团团，各位抱歉，这只猫是我姐姐的。我姐姐刚从非洲回来，不懂礼仪，她道听途说太子爷喜欢猫就带过来了，只是为了讨太子爷的欢心。大家千万不要责怪我姐姐。这么维护我，我还真是感动了。你是我姐姐，我当然要维护你了。为了勾引富家少爷，使出这种下三滥手段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真是晦气！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，简直是侮辱了富家公子的接风宴！等等，这猫……文翰，怎么样？我的猫可爱吧？宝贝，可爱。这猫和富池还有沈梦英养的猫一模一样，难道它就是沈梦英？团团，我把你找回来，不是为了让你带着畜生来闹事儿。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竟然带着猫来宴会厅捣乱！从今天以后，你就给我滚出廖家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在家里你就无条件偏心养你，没想到出来之后还是不分青红皂白。还敢说我不分青红皂白？你自己干的蠢事，还有理了？你不过就是我的垫脚石，在廖家，大家宠爱的人只有我。这小畜生弄脏了我的晚礼服，真是恶心！你还不赶紧带着你的猫滚出去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带着这只畜生滚出去！欢迎少爷回国。
梦音姐姐，你到了吗？这个猫是我和傅池一起养，把它丢出去，傅池知道了，你们怕是担当不起。还敢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我们廖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，太丢人了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傅家太子爷怎么可能跟你一起养猫？太子爷最讨厌猫咪了，你该不会是喜欢太子爷，喜欢到精神失常了吧？你快滚！我看见太子爷的车了，别惊扰太子爷。什么？太子爷到了？爸，太子爷估计和沈小姐一起来，这要是让他看到咱们家人带着猫来参加宴会，该不会把我们都赶出去吧？我还怎么和沈小姐结婚啊？哥，你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姐姐，虽然我不忍心，但只有你下跪道歉，取得太子爷原谅，我们一家人才不会被牵连呢。对，赶紧道歉，就说你非要带猫进来的。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陪你们玩什么下跪道歉的戏码，让开！你还敢往外走？太子爷马上到了，你想带着猫冲了他吗？姐姐，你就赶紧跪下磕头道歉吧！难道你想让我们一家人都被赶出宴会厅吗？没错，一人做十人当，你别连累我们啊！你们会后悔的。姐姐，你再不磕头道歉，后悔的可是你啊！你就老老实实当我的陪衬，不然我有无数种办法让你死在原地。你怀里的猫也得立刻死，不然太子爷看到会更生气。团团，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太子爷来了！哇，太子爷今天可真帅气啊！沈小姐怎么没有一起来？婷婷，你看，太子爷向你走过来了。妈，你说太子爷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啊？肯定是，你那么漂亮，你也爱上你很正常啊。你快上去跟太子爷打招呼。太子爷，我是廖婷婷，这位是我的姐姐，她刚从非洲回来，她为了讨您的欢心，把猫带来了接风宴。我们让她跪下磕头道歉，她也不肯。太子爷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我替姐姐向您道歉。我这么善良又懂事，还不把太子爷给迷死？我当然不会生梦音姐姐的气。你说是你让她下跪道歉的，你怎么敢？太子爷这是觉得我做得好呢。是啊，太子爷，就是我让姐姐下跪磕头道歉的。太子爷，我是廖兴国，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您的接风宴。这位是我的女儿廖婷婷，目前还未婚配。太子爷，我们家婷婷多懂事啊，她姐姐不道歉，她都替她姐姐道歉了。同样是小门小户，这个廖婷婷就有教养多了。就是，不像她那个从非洲来的姐姐，一看就是没娘教的。太子爷一直盯着我，肯定是爱上我了。太子爷，您……我不喜欢别人碰我。梦音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奇怪了，太子爷怎么这么关心廖梦音？太子爷连我都不让碰，却主动搀扶廖梦音，难道……太子爷连我都不让碰，却主动搀扶廖梦音，难道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？太子爷还挺会欲擒故纵的呀。婷婷，你看太子爷多温柔啊！你姐姐破坏了接风宴，他不仅不生气，还去扶她呢。是啊，妈，等太子爷跟我结婚了，他肯定会对我更温柔的。
啊，太子爷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非洲回来，不懂事，你不要和她计较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是啊，太子爷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这个逆女。这两个笨蛋，拍马屁都拍马尾巴上了。梦音姐姐，不是你们能教训的。太子爷怎么这么维护廖梦音？他难道是被廖梦音这副软弱的样子给迷住了？姐姐，你离太子爷远点，猫毛都蹭到太子爷身上了。太子爷衣服价值上亿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廖婷婷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太子爷，人家都是为了你好嘛。我姐姐刚从非洲回来，身上肯定携带病菌，我是把她传染给你。什么病毒？好恶心！该不会是艾滋病吧？我们可都得离他远点儿。这要是被传染了，我们可就倒大霉了。贱人，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勾引太子爷的。廖婷婷，梦音是你的姐姐，你应该尊重她，而不是到处散播不实的谣言。况且梦音姐姐身上根本就没有传染病。太子爷，就算我姐姐身上没有病毒，但是她带了只猫破坏了您的接风宴，您看，就是她怀了这只死猫。哎，太子爷生气了，他果然讨厌这只猫。太子爷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掐死呢，还是打死呢？我都听您的。对，太子爷，你看我们家婷婷多善良啊，她可以为了你弄死这只小畜生。这家人真是没救了。要不是看在这几个人是梦音姐姐家人的份上，真想把他们挫骨扬灰了。你敢！你敢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这只臭猫破坏了太子爷尊贵的接风宴，别说是弄死他了，炖了当菜吃都不够给太子爷赔罪的。对，就应该弄死，或者加餐。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哼！太子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廖婷婷，你知不知道梦音姐姐是什么身份？你知不知道这只猫是谁的？你就敢动手？太子爷，大家都知道我姐姐是从非洲贫民窟出来的，她这只臭猫也是从臭水沟捡来的。真是个蠢货！梦音姐姐的真实身份是沈家的，真是个蠢货！梦音姐姐的真实身份是沈家的。哎，梦音姐姐，你的脚踝肿了，我送你去休息室敷药膏。行，那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为姐姐做任何事我都愿意。来，太子爷，既然公主抱了姐姐，我就是一个非洲难民嘛。太子爷为什么对她那么好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只是用苦肉计勾引太子爷呢。这个廖梦音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都怪你，非要把这个死丫头找回来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全家都跟着丢脸。哎呀，我也是没想到啊，早知道让她自己在非洲自生自灭了。梦音姐姐，你的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那个妹妹怕我抢走家人的宠爱，所以针对我。我爸我哥觉得我是非洲贫民窟出来的，所以看不上我。至于我妈，大概是被廖甜甜给下蛊了吧。你的家人怎么能这样呢？还有，你的亲生母亲怎么能对你这么偏心啊？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准备调查一下我妈。毕竟没有哪个亲生母亲会这么偏心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。梦音姐姐，我帮你一起调查。谢谢你啊。
我脚踝好的也差不多了。你好不容易回国，我们还是回主宴会厅，别耽误你的接风宴。我才不在乎什么接风宴呢，我只想见到姐姐你。正经点儿，我还准备了礼物，想不想看看？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那好吧，听姐姐的话，先回主宴会厅。团团呢，就让他先在休息室待着吧，免得那群人又借着团团欺负你。走吧。姐姐，等接风宴结束，我帮你好好教训你的家人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妈妈，这个贱人把太子爷都勾引跑了，我还怎么跟太子爷结婚呢？别担心，太子爷聪明，不会被这么低劣的手段所迷惑的。他带廖梦英去休息室，那是他绅士而已。是啊，太子爷呢，就像我和明理一样，都是绅士。婷婷，太子爷怎么可能会被一个非洲来的女人给勾引跑的？他又不是瞎子。爸妈、哥哥，你们说的有道理。太子爷只会喜欢我这种闭月羞花、心地善良的女人。婷婷，妈妈买了礼物，你一会儿就送给太子爷。这太子爷肯定会爱你爱得无法自拔的。妈妈，这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妈妈在拿捏男人这块上面啊，可是手拿把掐。新妈的准没错。太子爷和廖梦英看起来很般配啊。我看这廖梦英也不是普通人，和太子爷站在一起啊，还真有气质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廖梦英和沈家千金长得很像啊。只不过是长得像，云泥之别。一个是中东石油大王尊贵千金，一个是非洲贫民窟出来的土包子。梦英姐姐，你就知道打趣我。绝不能让廖梦英这个贱人勾引了太子爷，只有我能嫁给太子爷。太子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姐姐在非洲的时候就喜欢勾搭非洲男人，甚至还去原始部落勾引野人呢。您千万不要被她所迷惑。污蔑的手段这么陈旧，还真是个没创造力的绿茶。我勾引你了？没有啊。嗨，太子爷，我就知道我不该多嘴的。毕竟你那么单纯，怎么可能看得出姐姐在勾引你？是啊，太子爷，我这个女儿啊，最擅长勾引人了，您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梦英姐姐要是勾引我才好呢，我巴不得被梦英姐姐勾引。妈，你看太子爷都被这个小贱人勾得精神失常了。别担心，你比他善良，太子爷能被他迷住，更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快把礼物给太子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子爷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接风宴礼物，请您收下。文翰，把礼物收下吧。好嘞，太子爷，我给你拿。这礼物价值非凡呀，是我国的玉玺啊！哇，那这廖婷婷可真用心了呀！姐姐，我听说你也给太子爷准备了礼物，是什么东西啊？礼物马上就到，到了之后你知道是什么了。哇哦，是非洲特产吗？我好期待呀！该不会是在哪儿打猎的动物送给太子爷吧？也有可能是飞饼吧。这个丢人的妹妹，肯定从哪一堆里捡了些垃圾送给太子爷的。我这脸都给你丢尽了。拜托，狩猎动物是违法的，而且飞饼是印度的，一群没常识的人。把礼物送进来吧。遵命。礼品到。
哇，这礼物价值连城啊！这个贱人从哪里搞来那么多宝物的？爸，这个便宜妹妹哪来的钱？你偷的菜钱给她买的礼物？哎呀，我哪有给她塞钱啊？就算我们家所有的家产加起来，也买不起这些宝物啊！这些都是埃及法老留下的文物，你是怎么获得的？文翰，你说这些是怎么来的？文翰，你还没认出这是梦音姐姐啊？梦音姐姐，这是文翰，我的小跟班，以后也是你的小跟班了。梦音姐姐，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谢谢文翰。这个埃及法老的戒指送给你，就当做见面礼了。不是哦，收下吧。你是沈家谦？你是沈家谦？姐姐，你该不会买的假货吧？你个贫民窟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埃及法老的宝物？我听说埃及法老早就把宝物送给了中东的石油大王沈家了。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些宝物应该在沈家，所以你这些都是假货。天啊，梦音，你居然给太子爷送假货啊！这不是在侮辱太子爷吗？你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竟然用这些假货在宴会上来显摆。跟这种买假货人在一个宴会厅，呼吸空气都是脏的。把他的手打断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买假货。对，就应该好好教育。买假货的土鳖还好意思来参加太子爷的接风宴？看来我不用廖家家法来教训你是不行了。如果我说这些都是真的呢？你怎么验证都是真的呢？那就找个人验货吧。古玩集团专门负责古董，那就请周大少帮我们验证一下。有人有异议吗？周哥哥，麻烦您验一下。只要等到周文翰验出是假货，你就等着名誉扫地吧。到时候太子爷就会讨厌你，然后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。梦音姐姐，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有意思啊！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等你接风宴结束，可以找人带他们测试一下智商啊。太子爷笑起来好帅气啊！等他知道廖梦音的礼物都是假货之后，他的笑容只会为我一个人绽放。东西我都验过了，全部都。文浩哥哥，都是假货对吧？姐姐，虽然我不忍心惩罚你，但是你买假货侮辱太子爷是万万不行的呀。是啊，梦音，就算妈妈想包庇你也不行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不是，妹妹，太子爷你也敢糊弄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不是，你赶紧跪下来给太子爷赔罪。梦音姐姐的家人怎么老是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呀？你们倒是让我把话说完呀！这些宝物都是真的，是货真价实埃及法老遗留下来的宝物。什么？居然是真的？这些宝物都是真的？难道你是？难道你是？你是沈家千金沈梦音？对，我是。什么？我的妹妹居然是沈家千金？哥，你也太天真了。她如果是沈家千金，干嘛回来找我们？沈家厕所都比咱们别墅豪华呢。妹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姐姐，你就别骗人了。沈家千金怎么可能在非洲贫民窟生活呢？对，我看这些东西就是你从沈家偷出来的。大家别被骗了，我女儿什么身份我还不知道吗？这些宝物就是廖梦明从沈家偷出来的，咱们报警把他抓起来。到时候沈小姐知道了，一定觉得你英勇帅气，为了报恩，直接就嫁给了你。哼，妹妹，你可真是个小天才。还有10年脑血栓，都说不出来这些话。
梦英姐姐，我想过他们可能不信，但是没想到能这么离谱。我也没想到。妹妹，原本看在一家人面子上，我不想做了这么过分，但是你偷东西，居然偷到沈家头上，那就别怪哥哥不客气了。我现在就把你送进监狱。你敢动他试试？你敢动他试试？太子爷，你怎么还护着这个偷了沈家宝物的小偷？这是违法的呀！是啊，太子爷，你千万不要被他所迷惑了。太子爷，是我效率鲁莽，我现在就把他送进监狱去劳改。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沈家东西都敢偷。对呀，偷沈家的东西送给太子爷，这不是骑在太子爷脸上撒野吗？果然是贫民窟出来的。我看他除了偷东西，肯定还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坏事儿。姐姐，你说你是自己去监狱呢，还是我们送你去？你放心，就算你进了监狱，你也是我最敬爱的姐姐，到时候我会经常去探望你的。那还真是让你失望了，我是不会去监狱的。姐姐，那你就别怪我跟哥哥对你下死手了。大家一起帮忙，把这个偷了沈家宝物的罪犯抓起来。到时候沈小姐肯定会奖赏我们的。我来帮忙，把他抓进局子里。对，把他送去劳改。松开！干什么？别挣扎了，我劝你赶快去自首吧，这样至少还能少蹲2年局子。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！谁敢动他就是找死！我傅家跟沈家是世交，我跟沈梦英从小一起长大，而廖梦英就是沈梦英，她就是中东石油大王沈家的千金。她就是中东石油大王沈家的千金。你怎么可能是沈家千金？爸爸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明明在非洲玩泥巴的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正在非洲和国王谈石油生意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妹妹，您既然是沈家千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是啊，女儿，你的养父母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隐瞒我们呀？梦英啊，你是怕我们问你要钱吗？我隐瞒过你们吗？我告诉过你们的，是你们不信。妹妹，今天的事儿，你给我起开！姐姐的头发还有裙子都被你们给弄乱了。来人，把欺负梦英姐姐的人都给我赶出去！太子爷都发话了，各位请出去吧。姐姐，我们不是故意欺负你的，你就让太子爷理解一下，不要让我们赶出去。妹妹，不知道无罪啊！救救我们！他竟然是个秃子！哈哈，他是个秃子。你们居然敢把我们赶出来！你们不知道我是太子爷的心上人吗？太子爷正眼看过你们，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都怪廖梦英这个贱人，不仅害得我们一家人赶出了宴会厅，还让大家看到我秃头。廖梦英，我一定会把秃头被嘲笑的痛苦加倍还给你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沈家千金呢？哥，你也太笨了！太子爷说他是沈家千金，那就是了吗？太子爷只是为了不想让他进监狱，给他编了一个假身份而已。是这样吗？明丽，婷婷说的没错，她要真是沈梦英的话，怎么会来我们家呢？我们家又没钱。还是我们的婷婷聪明，
我们差点都被他给骗了。他们那种小伎俩，当然骗不了我了。我可是廖家唯一的中专生。还好我们家婷婷啊，读书多，学历高，否则就被太子爷和廖梦英给骗了。梦英妹妹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进来吧。梦英姐姐，我看你的裙子都被人扯坏了。这件裙子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你，你试试。那放这儿吧。梦英姐姐，那我下去等你。傅迟，我裙子解不开了，能帮我解一下吗？好，我帮你解。梦英姐姐，拉链坏了，我拿个剪刀给你剪开。嗯，好。我先出去了。小池，怎么突然结束了接风宴啊？我都还没到场就结束了。廖家人欺负梦英姐姐，他们把姐姐的礼服都扯坏了。他们把茵茵的礼服扯坏了啊！这届反派太没技术含量了，竟然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。对呀，真是不能让茵茵再待在廖家了，太危险了。走。茵茵，我都听小池说了，这廖家也太过分了，你就先住我家吧，等你养母回来了再回去。行，那我先住下来，但是你们可不许嫌我烦哦。我怎么会嫌你烦啊？我可以撸团团啊。至于小池嘛，他烧香拜佛都祈求你留下来呢。姐姐，你在里面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又在梦英姐姐面前编排我呢？我没编排你，茵茵答应留下来了，你小子就偷着乐吧。梦英姐姐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傅迟，你等一下。梦英姐姐现在住在我家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腹肌练得更壮一点，才能博得梦英姐姐的好感？茵茵，最近玩得开心吗？我和你爸马上就要回国了。妈咪，机会难得，你们怎么不在外面多玩几天呀？下个礼拜是你的生日，我和爸爸想回国给你办个生日宴，你等着，我们给你买了礼物。妈咪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傻孩子，我们对你不好，对谁好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可笑的？养父母比亲生父母对我还要好。梦英姐姐，虽然我这么说有点过分，但是你的亲生父母确实挺不是人的。你说的也没错。明天我要去给爹爹妈咪挑选礼物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？好啊，我陪你一起。梦英姐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接个电话。你忙吧。姐姐，你害得我在大家面前掉了假发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秃头。你说我要怎么报复你？那也是你自作自受。站住！我要把你的头发都剃光，让你也感受一下秃头被人嘲讽的滋味。
眉毛，我的眉毛！啊哦，我可不是故意的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要命音，我要杀了你！要命音，我要杀了你！保安，这有个疯子，处理一下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之间不会那么轻易结束的！放手，放手！都别看了，都散了吧。梦莹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一脸疲惫的样子。没事儿，就是刚刚被疯狗咬了一口。走吧，我们继续逛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已经哭了好久了，你就歇歇吧。啊，爸妈，姐姐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她嫉妒我长得漂亮，就把我眉毛都剃光了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别难过，等他回来，妈替你教训他。啊，妹妹不哭哈，哥哥替你出气。爸，姐姐这几天都没回家，你说她到底去哪了？我打个电话问问。你好，这款看一下。这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。怎么样？你戴什么都好看。这个廖梦莹实在太过分了，不接我电话还不回家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一个女孩子天天夜不归宿的，将来怎么嫁得出去？真是个赔钱货。哎，爸妈，你们消消气，姐姐呢肯定是去夜店玩嗨了，不是故意不回来的。真是太不检点了！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要用家法好好的教训他。老爷，中东石油大王沈家给我们寄来了信件，您现在要看吗？什么？沈家竟然联系我们？来来来，啊，爸，你快拆开看看。沈家竟然邀请我们去参加沈大小姐的生日会。我就说姐姐不可能是沈家千金，不然沈家人怎么可能会邀请我们呢？原来太子爷真的在骗我们，廖梦音根本不是沈千金。哥，你一定要在生日宴上好好表现，让沈小姐爱上你。等哥哥勾搭上了沈梦音，太子爷肯定能多看我一眼。妹放心，哥哥出手，一定能让沈小姐沦陷。梦莹姐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也很帅气啊。走吧。太子爷，您让我查的资料都查到了。进来。沈小姐，太子爷，请看。石秋兰，廖夫人的位子只能是我的，你跟你女儿都去死吧！梦莹姐姐，你振作一点。所以齐路根本不是我的母亲。
他杀害了我的亲生母亲。怪不得他对你的态度这么恶劣。沈小姐，根据 DNA 检测，廖婷婷和秦璐是亲生母女。所以廖婷婷进入廖家，也是秦璐的阴谋。怪不得秦璐这么维护廖婷婷，他们这对母女真是蛇蝎心肠。杀害了我的亲生母亲。等我生日宴结束，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好，走，去宴会厅。小姐。出发！不愧是沈小姐的生日宴，可真豪华。是啊，这比太子爷的接风宴气派多了。那是当然，沈家的资财可是遍布了整个亚洲。到时明丽你跟沈小姐结了婚，那也算是给我廖家光宗耀祖了。明丽，一会儿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放心吧，爸妈，我一定能拿下沈小姐。哎呦哥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？好，这宴会上的东西肯定好吃。走，哥哥带你去。哎哥，这柠檬水看起来好好喝。不愧是沈家，就是霸气，这水都是一盆一盆放的。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哥，这水的味道有点寡淡。确实寡淡，但是健康。有道理。哎哥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甜品吗？哦，我看看。哎，别吃！啊，这个是蜡烛，不能吃。啊，还有啊，二位刚才喝的水是用来洗手的。多谢文翰哥提醒。客气。二位接下来可别再乱吃东西了。幸好姐姐没来，不然她肯定闹的笑话比我们还多。哈哈，要梦英要是来了，肯定丑态百出。就是。是啊，要是廖梦英那个逆女来了，还不丢尽我廖家列祖列宗的脸啊！带上她来这儿，那就是丢沈家的脸。就是，沈小姐要是知道我们带上贫民窟长大的人来，肯定会把我们赶出宴会厅的。这回没有廖梦英捣乱，我就能好好的在沈小姐面前展示我的魅力。是不是沈小姐来了？哇，终于可以见到沈小姐的真容了！哥，快，沈小姐要来了。我要用最帅气的方式迎接沈小姐。什么？什么？梦英姐姐，你的亲生家人怎么也在这儿？不知道啊。姐姐，你也来沈小姐的生日宴啊？你有请帖吗？梦英姐姐想来就来，她不需要请帖。廖梦英，
沈小姐都没邀请你，你还敢来？真是不要脸！妹妹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自己滚，别到时候脏了沈小姐的眼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什么？沈家的管家喊她小姐？他们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他们是老爷和夫人请回来的。爸妈不知道我在廖家的情况，所以才邀请了他。好吧，既然你们是我父母邀请来的，我就允许你们参加我的生日宴。但是，请不要给我捣乱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是沈小姐的爸妈邀请我们来的，不是你爸妈邀请我们来的。你真是演戏演上瘾了，还真当自己是沈家千金了。梦音姐姐没有演戏，她就是沈家千金沈梦音。这位王管家是沈家的老人，现在你们信了吧？太子爷，你就不要帮我姐圆谎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。其实你就怕他因为偷了沈家的宝物坐牢，所以才给他伪造了一个沈家千金的身份。梦音姐姐，你这个假妹妹，想象力可真丰富。太子爷，您习惯就好。梦音姐姐，真是辛苦你了，竟然和这群奇葩共处了1个月。行了，你先去接你姐姐赴庙吧，这我来处理。好，那我先去接我姐姐，等会儿见。姐姐，沈小姐的生日宴呢是需要邀请函的，不是靠着太子爷就能蹭进来的。是啊，妹妹，要是沈小姐发现你不请自来，沈小姐肯定会生气的。放心好了，沈小姐不会生气的。妹妹，我劝你还是现在多吃一点，晚点可就没有机会吃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把我和你这个非洲土包子相提并论，这宴会上的食物你恐怕这辈子都没吃过。不好意思哈，我以前天天吃。等等，你还想往里边走？里面是沈小姐的生日宴，不是你这个非洲野人撒野的地方。哎，妹妹，中东的石油大王夫妇来了，看来沈小姐马上就要到了。哇，这就是石油大王夫妇吗？可真贵气。经理啊，我们家能不能攀上石油大王沈家的关系，就全靠你了。明理呀，等你娶了沈千金，到时候啊，一定要帮你妹妹找一门好的亲事。放心吧，爸妈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哥，他们注定要失望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女儿沈梦音的生日宴。我的女儿虽然是我和南安领养的，但是她善良、孝顺。她知道我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，但她对我依然很恭敬，还说要为我们养老。这沈小姐可真是孝顺啊！是啊，这么孝顺的女儿，我也想要。下面有请我的女儿沈梦音上台发言。哎呀，像沈小姐这种千金大小姐，一定会喜欢明理这种绅士的。看来马上就能见到沈小姐了。什么？爸妈，哥哥，他竟然敢在石油夫妇大王面前冒充他们的女儿！我现在就上台揭露他的真面目！大家好，这个笨蛋1分钟不搞事就难受。姐姐，你在我们面前冒充沈家千金就算了，我们善良宽容不计较。现在石油夫妇来了，你还在这里冒充，还敢上台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在说什么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这个姐姐刚从非洲回来，她不仅把陋习带回了我们家，甚至恬不知耻的勾引太子爷，还偷了你们沈家东西，现在还冒充你们的女儿。姑娘，她确实是。夫人，我现在就替你惩治了这个贱人。廖婷婷，你完蛋了。是吗，姐姐？我好怕呀。
这什么情况？小场面，梦英姐姐的家人又开始抽风了。住手！姐姐，你竟然要打我，你也太没人性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廖家的人敢冒充沈家的千金？冒充沈家千金的人，因为被识破了，恼羞成怒就要打廖家人。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赶紧把他抓起来！沈先生，沈夫人，我是梦英的哥哥，他刚才做了蠢事，我替他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就带他走，赶紧滚下去，别脏了舞台。等会儿沈小姐还要上来发言呢。你个逆女，赶紧给我滚下台去！廖梦英，你可真是无法无天。梦英的亲生父母就是这么对她的吗？我劝你赶紧给我撒手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后悔。后悔？我这辈子都不知道后悔俩字怎么写的。还有，你身为我的妹妹，竟敢直呼我的全名，真是没教养。你说谁没有教养？沈夫人，我是说我的妹妹没教养。你的妹妹就是沈梦英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您是说我的妹妹就是沈家千金？什么？您是说我的妹妹就是沈家千金？石油夫人，您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？我有必要和你们开玩笑吗？你们嫌弃的、欺辱的，就是我的养女沈梦英，也是中东石油唯一的继承人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定是搞错了。爸妈，你们快说句话呀！廖梦英怎么可能是沈家千金呢？沈夫人，沈先生，我是梦英的亲生父亲，你们好。我当时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在非洲的贫民窟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梦英就是我的女儿，我自己的女儿还会认错吗？完了，我必须得道歉，让梦英妹妹原谅我。只要我和女儿好好道歉，女儿肯定不会和我这个亲生父亲置气吧？沈先生，实在是抱歉，是我糊涂了，我没有搞清楚。梦英，爸向你道歉。妹妹啊，刚才的事儿真是对不起，哥哥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以为你是在冒充沈家千金，我害怕石油大王他们怪罪你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梦英啊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的养父母是石油大王啊？怎么，就因为不知道梦英是我的养女，你们就可以随意欺辱吗？沈夫人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可能欺辱她呢？别狡辩了，你们刚刚的行为就是欺辱。茵茵，妈要是知道你在廖家被这么多人欺负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报恩的，都怪我。妈咪，不怪你，要不是你让我去廖家，我怎么会知道廖家人他们这副嘴脸呢？幸好我没有把10个亿花给他们，咱们就当及时止损了。梦英，你说什么？10个亿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差点把10个亿花在我们身上？哦，忘记告诉你们，回廖家的第一天，我妈咪就给我10个亿，让我给你们买礼物。啊！10个亿！这可是10个亿呀！啊！10个亿！爸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这可是咱们家资产的10倍啊！姐姐，你看那个钱是不是还可以？你们不是看不起我吗？那应该也看不起我身上的钱吧？梦英啊，爸怎么会看不起你呢？我们可是亲生父女，我们没有隔夜仇的是吧？之前呢，爸对你太严厉了，那是因为我以为你是从非洲贫民窟出来的，是想用一些严厉的手段来逼迫你成长嘛。是啊，妹妹，我也是担心婷婷吃醋伤心，她是个孤儿，很可怜的。既然说到廖婷婷，那我觉得
我很有必要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一下。本来想要在我生日宴结束之后再说，但既然你们扰乱了我生日宴，那我就提前揭露吧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梦音，婷婷就是个孤儿，哪有什么身份？小刘，把资料给我。这是秦璐和廖婷婷的 DNA 报告，上面显示他们两个是母女关系，也就是说，这是秦璐和其他男人生的孩子。秦璐害死了我的亲生母亲，还是小三上位。难怪你这么欺负我们家梦音，因为秦璐根本就不是梦音的亲生母亲。秦璐，你真是丧心病狂！秦璐，你竟然背着我跟其他的男人生孩子，还把我亲生女儿给换走了。我那么的爱你，结果却被你算计了20多年。兴国，这份报告是假的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只爱你啊！是啊，爸爸妈妈那么爱你，把我和哥哥都照顾那么好，怎么可能背叛你呢？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廖兴国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给你看一段视频。石秋来，廖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，你跟你女儿都给我去死吧！秦璐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是你害死了秋兰，现在还想弄死梦音。什么？你根本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的亲生母亲早就被你害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爸爸，哥哥，这个视频有可能是假的。闭嘴！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视频哪有那么容易造假？都是你顶替了梦音20多年，让我跟我的亲生女儿失散了这么多年。廖金国，你怎么能推婷婷呢？就算她不是你亲生女儿，但也陪了你20年。我是你老婆，你就不能把她当你亲生女儿吗？就算沈梦音是你亲生女儿，那又怎么样？她除了跟你有血缘关系，她还有什么？秦璐，你脑子果然不正常。秦璐，你这个疯子！难道我们廖家就是个垃圾桶吗？为什么要接受你们？那我们这20年呢？你就不管了吗？我跟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没有感情，带着你的4只女赶紧滚！等等，你不仅差点杀害了我的亲生母亲，还甚至害死了我。你敢打我？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把你们所有人都杀一遍。这位沈小姐可真帅气。这廖家门第不大，发生的事情倒是狗血。小三儿上位，私生女顶替亲生女儿的位置，父亲和哥哥不明事理，沈小姐可真不容易。廖家人干了多恶心的事情，沈小姐打算一个巴掌就算了呀，这也太大度了。秦璐，准备好去坐牢吧你！梦音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失心疯，你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也不该欺负你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。你能不能？你没有资格跟我道歉。廖兴国、廖明礼，这一巴掌是希望你们能清醒，区区2个绿茶就能给你们洗脑，简直太蠢。女儿，
之前爸是老糊涂了，可是咱们是亲生父女啊，不能因为一对绿茶而生分了吧？之前你给我2万块钱，让我和我爹地妈咪断绝关系，还说不能让他们挟恩图报。什么？茵茵，你说他给你2万块，要你跟我们断绝关系？对。沈先生，我这脑子就像陀螺一样被人抽坏了，我才会给凤英2万块钱，让她跟你们断绝关系。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。沈先生，您看，梦英是您的养女，而我是她的亲生父亲，那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抱歉，廖先生，我们不和侮辱梦英的人当家人。沈先生，梦英，我要怎么做，你们才可以原谅我？你什么都不用做。太好了，宝贝女儿，我就知道咱们父女连心，你不会因为我一时糊涂而跟我生气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这女儿，但是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再怎么说，没有我，你也没有办法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我来你家1个月，天天都在打扫家务，就当是报完了生恩吧。之后我就要陪在我爹地妈咪身边尽孝了。你别这么快做决定嘛，你就再考虑一下，行吗？廖先生，请尊重梦英的决定。妹妹，这巴掌打得好啊！我一直宠爱的妹妹，其实是杀害我母亲凶手的女儿，我真是太蠢了。蠢变得这么快，墙头草。妹妹，你要是打得不过瘾，哥哥再让你打几巴掌。你松开！放开！把你的手拿开，梦英姐姐的手可不是你能碰的。太姐，我知道你喜欢我妹妹，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亲哥哥了。您真的对我如此不敬吗？你确定梦英愿意认你这个哥哥吗？妹妹，咱俩可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啊！我回廖家的第1天你就跟我说过，你只认廖婷婷这一个妹妹。妹妹，哥哥当初只是被猪油蒙的心啊，哥哥现在真的非常后悔。是啊，女儿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老绿茶送进监狱，替你出气。妹妹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要过得开心，别影响了心情啊！我和爸爸现在就把这2个凶手抓起来。廖兴国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爸，我就算不是你的女儿，这20年陪伴都是真的。别废话，我们俩现在就要为梦英出气。梦英姐姐，今天是生日，要开心啊！我挺开心的。茵茵，我为你亲生母亲的事感到痛心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会加倍对你好的。谢谢妈咪。诸位，刚刚只是一段小插曲，大家接着吃东西，祝大家玩得愉快。姐姐，外面冷，别着凉了。啊！小心！来，你干什么？姐姐的脚踝受伤了，不处理是不行的。你疯了！我只是不想看到姐姐流血。没事，就是一点皮外伤。任何一个小的伤口都有细菌感染的风险。我带姐姐去休息室。怎么，休想舔我的脚？姐姐，我要给你上药。
可能有点疼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。啊，今年的生日宴还挺特别的。姐姐，明天我陪你出去逛逛吧，陪你散散心。好啊。别烦了，姐姐。让开，别挡我的路。哎，女儿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妹妹，我们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原谅我吧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梦nhiên，你妈妈的死确实是我的错，但这20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悔过。你可以不原谅我，但是你能不能原谅婷婷？她是无辜的呀。不可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姐姐，别理他们了，我们接着约会，走。如果不想让我继续讨厌你们，就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至于你，我已经把证据移交给警方，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妈，姐姐，那我呢？我们还能做姐妹吗？我没有你这样恶毒的姐妹。我好后悔，如果当初姐姐来家里，我们对姐姐好点，姐姐就不会不管我们了。鳄鱼的眼泪。你刚刚说约会，我们好像不是情侣关系吧？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为了带你走啊，免得他们继续纠缠你。真的？只是想带我走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姐姐。不吃。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谎，每次你对我说谎，耳朵都会很红。竟然被姐姐发现了，那姐姐会不会讨厌我，觉得我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？如果我说我讨厌你呢？如果我说我讨厌你呢？姐姐，你真的讨厌我了吗？对啊，我讨厌你。那姐姐怎样才能不生气啊？那我就要好好想想了。啊，姐姐喜欢猫咪，那我学猫叫行不行？我现在也挺喜欢狗的。我懂了。汪，原来真的。姐姐，一声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多叫几声呢。汪，汪汪，汪，够了。姐姐，在路上打闹很危险的。如果姐姐还是想打我的话，可以到我房间来打我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点小心思？今天约会取消，我先回去了。姐姐，你认真的吗？谁让你调戏我的？真是没有以前可爱。姐姐，对不起。如果你要是不喜欢我这样的话，那我以后不会表现出这样的一面了。哪样的一面？就是有野性的一面。有野性的那一个更有魅力。妈咪，依依，你回来啦？快坐快坐。依依，这次你重新回家住，妈妈决定高薪聘用更多的女佣和管家，我要把你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照顾好。妈咪，其实不用这么破费的，人手已经足够了。不够，妈妈要弥补你在廖家受的所有委屈，你就听妈妈的吧。好，都听妈咪的。那明天你陪我面试女佣。好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妹妹都不想见我们，怎么做
才能得到妹妹的原谅。儿子，来，老爸有办法了。你这样啊，看我们。爸，这真的能行吗？那当然行了。你老爸活了几十年，踩过的坑要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行。哎，爸，前面饭馆肉包子。哎。夫人小姐好。夫人小姐好。妈咪，这批羽绒质量都好高啊！别急，后面还有呢。廖兴国、廖明礼，你俩疯了！女儿，你就算不原谅爸爸也行，爸爸愿意做女佣的身份陪在你身边，为你做任何事情。是啊，妹妹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哥哥愿意用一辈子来宠爱你。那你们怎么不以管家的身份留下来啊？妹妹，这几个管家个个都是身材高大威猛，8块腹肌，我和爸爸也比不过呀。说的像女佣的赛道里能闯进来一样。要不把他们留下来？妈咪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们之前那么欺负你，现在让他们以女佣的身份留下来，保护你呗。这是他们身为父亲和哥哥应该做的事。是，宋夫人说的有道理。是啊，妹妹，你就考虑一下吧。那好吧，那就都听妈妈做主。我先回房间了。好。怎么了？姐姐，我来找你了。你自己在家肯定很无聊吧？我来陪你玩。你来吧，有意外之喜呢。欢迎太子爷。哎呦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太子爷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梦英的女仆了。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会照顾好梦英的。行吧，你们开心就行。我去找梦英姐姐了。梦英姐姐，你愿意让我进房间，是不是代表不讨厌我了？我本来就不讨厌你，那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谁让你当真了？姐姐，你又欺负我。不是欺负你，是看你可爱。那，姐姐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姐姐，我会一直守护你的。